规则三：幸福来自自主力。没有成果就没有工作，就是这么简单。无论你如何投入的追求某种生活方式，也不意味着别人就要同样投入的支持你。勇气文化天真浪漫的口号太过粗糙，无法指导我们安然地选择这一充满陷阱的地段。假如没有人在乎你在干什么，这说明你可能没有足够的职场资本来做有意义的事情，要做有人愿意买单的事情。理想工作的万能药，火红农场的神秘吸引力。2000年，瑞恩·福瓦朗大学毕业，拿到一所常春藤盟校的文凭。他没有和自己的同学一样进入大城市的银行或管理咨询公司工作，而是做了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他买了一片农场。瑞恩的农场在马萨诸塞州的隔壁了，这是该州中部的一个6000人的小镇，在阿默斯特以南不远。格兰比的土地质量良莠不齐，因为它距离西面的康尼迪河太远，无法得到谷中的优质土壤。然而瑞恩设法在自己的田中种出了各种水果和蔬菜。他把这份刚起步的事业称为火红农场。2011年5月，我来到火红农场，打算在这里待上一天。那个时候，瑞恩种了28万平方米的有机作物，现在他与妻子萨拉一起耕种。火红农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他们的社区支持农业。在播种季开始时，这个项目的认购会员会购买一份农场的产品，然后每周到分布全州的配送点提取自己的产品。2011年，该项目拥有约1300名 CSA 会员，而且开始要谢绝一部分人参加，因为他们满足不了那么多需求。换句话说，火红农场是成功的。不过，这并不是吸引我来格兰比的原因。我安排了一天时间跟着瑞恩和萨拉是为了一个更私人的原因。我想搞明白为什么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此吸引人。声明一下，我不是唯一一个被火红农场吸引的人。这家农场有他的粉丝。瑞恩和萨拉全年都在举行特别的活动，例如夏季的庆祝草莓收获的晚餐，或是秋季的南瓜节，而这些活动的入场券很快便被销售一空。在上一次参观期间，我无意间听到一位中年妇女对她的朋友说：“我就是喜欢瑞恩和萨拉，而且我相当肯定他们以前没见过面。”瑞恩和萨拉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代表的理念足以吸引他来格兰比。当然，这种吸引力不只是火红农场才有。远离永无休止的竞争去开一家农场，或是与土地和谐相处，这是困在办公室隔间里的人永远的幻想。近年来，《纽约时报》经常拿一些前银行家们开玩笑，讲他们动身前往佛蒙特州开农场的故事，而故事的结尾通常是银行家偷偷溜回了家，手里握着满是泥土的帽子。身处户外，头顶着太阳，眼前看不到电脑屏幕，这样的工作场景确实很吸引人。但是为什么？在这个问题的驱使下，我参观了火红农场。我不太可能搬到农村，但我心想，如果能从这样生活方式中剥离出某些吸引我的内在特质，也许就可以将这些特质融入自己的城市生活。换句话说，在对人们如何才能最终热爱上自己的事业这个问题探求的过程中，搞清楚火红农场的吸引力成了我的一个关键目标。于是，我给瑞恩和萨拉写信，询问他们是不是可以让我跟着他们一天。一得到他们的同意，我就装起笔记本，
擦净工作靴上的尘土，然后一路向西开车出了波士顿。我的任务是破解火红农场的密码。自主才是仰慕者追求的东西。在开始参观没多久，我和瑞恩还有萨拉就在他们农舍里一起吃了午饭。他们的厨房很小，但是空间利用得很充实，里面放满了一摞摞的食谱以及贴着手写标签的香料罐。他们做了菜豆三明治，用的是含有9种谷物的当地面包，上面放着厚厚的切达奶酪。吃饭时，我问瑞恩是如何成为一名全职农夫的。我觉得想要理解他们现在生活方式是有什么吸引人之处，首先得了解他是如何做到这一步的。正如前2部所叙述的，我在探求进行到现在，在人们如何才能最终爱上自己的事业这个问题上，我已经形成了一套有别于传统的理论。在规则1中，我的论述是，追随自己的激情是个糟糕的建议，因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并没有一个事先存在的激情等待被发掘，然后去和某个工作相匹配。接着在规则2中，我提出，那些从事着有吸引力职业的人是通过让自己在某些稀缺而宝贵的方面有所增长，即建立我所谓的职场资本，然后将其兑现为成就大事的特质，从而开创一番事业。根据这种理解，与正确的工作相比，找到正确的工作便显得无足轻重了。瑞恩一边吃午饭一边给我讲述了他的经历。吃完之后，我欣喜地意识到，他的人生可以作为研究这些观点在实际中运用的绝佳案例。首先，我要强调一点，瑞恩并不是追随自己的激情才经营农场的，相反，跟很多人最终爱上自己工作的人一样，他也是误打误撞地从事了这个职业。之后，他发现随着技能的增长，瑞恩长在格兰比，但不是出自一个务农家庭。从小到大，我并没有接触多少专业种植，他解释道。上中学时，瑞恩培养了一个很常见的兴趣——赚零花钱。天性中的创业精神让他开展了一系列的方案，送报纸、为当地回收中心收集瓶瓶罐罐等等。然而，当他开始采集野蓝莓并装在纸盒里卖时，其商业上的突破来临了。我在路边支了一把伞，他对我说，于是就有了我的第一个农产品摊子。他发现这是一条赚钱的好门路。接着，瑞恩从摘野草蓝莓发展到从父母的后菜院里摘下吃不完的蔬菜来卖。为了增加收入，他又说服父母让他来接管菜园。我父亲对这样的安排高兴得不得了。他回忆道，这正是从这里开始，瑞恩决定认真地获得职场资本。他说，我读了自己能找到所有有关种植的资料，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资料。很快，他便扩大了父母的菜园，使其占据了后院的大部分地方。为了增加产量，他还拉来了大量的堆肥。等到瑞恩上高中时，他已经从一个当地农场主那里租了4万平方米的土地，并且在夏季收获期间雇佣临时工帮忙。他从马萨诸塞州农场卫生局贷了一笔款，用于购买一台旧式拖拉机，而且把自己的业务从农场摊位扩展到了一家农贸市场以及少量的批发客户。高中毕业后，瑞恩去了康奈尔大学的农业学院，读了一个果蔬园艺学的学位，进一步打磨了自己的技能，而周末则回家打理租种的土地。职场竞争力，瑞恩的经历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他不是突然有一天就决定要热衷于农产品生产，然后便义无反顾地前往农村开始种地。相反，当他在2001年毅然全职投入农场经营时，他已经艰苦地积累了将近10年的相关职场资本。
这也许不如幻想中的某天辞了工作，然后第二天听着鸡叫醒来那般迷人。但是它符合我在研究前两个规则时不断发现的一点：你必须让自己优秀，然后才能盼到好工作。吃完午饭，我已经了解了火红农场的历史，但仍然不清楚它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吸引人之处。不过，当我们离开厨房去参观农场时，一个想法开始在我脑海中形成。我注意到瑞恩在讲解农作物时便不再那么拘谨了。瑞恩很腼腆，在众人面前讲话时，他习惯匆匆把话说完，就像是抱歉地插几句。然而，一讲到自己农场经营策略，比如讲解梅里马克地区沙壤土和帕克斯顿地区粉沙壤土的区别，或者他在胡萝卜地里采用的新除草方法，他的腼腆便让位于工匠般的热情俨然一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且对自己的知识发挥了作用感到荣幸的工匠。我在萨拉身上也看到了一种类似的热情。他讲起自己为经营农场的 CSA 项目以及公众形象而付出了种种努力。2007年，萨拉来到格比兰与瑞恩一起工作，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是有机农业和社区支持农业的提倡者。他在瓦萨学院学习环境政策，还意外发现了学院的波基普西农场 CSA 项目。受此启发，毕业后他在附近康尼狄斯州的斯塔福德斯普林斯开展了自己的小型 CSA 项目。来到火红农场，让萨拉有机会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这个理念，而这是一项让他显然乐在其中的挑战。职场竞争力，我终于意识到，火红农场的生活方式之所以如此吸引人，是因为下面这样东西：自主力。瑞恩和萨拉投入大量职场资本，从而对自己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拥有了自主力。他们的工作并不简单。要是说我从参观火红农场中学到了点什么，那就是经营农场的复杂性和压力。然而，他们的生活属于自己，而且他们很会生活。换句话说，火红农场的吸引力不是户外阳光下的劳作。据我所知，对经营农场的人来说，天气是用来对付的，不是用来享受的，也不是远离电脑屏幕。瑞恩整个冬季都在用 Excel 表格做他的种植区规划，而萨拉则每天要花上不影响健康的一段时间，用办公室电脑来管理农场的经营状况。而自主力才是吸引格兰比仰慕者的东西。瑞恩和萨拉以他们的方式过着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正如接下来我们将论述到，自主力不仅是瑞恩和萨拉所代表的吸引力的根源，它还是最具普遍性重要的，可以用职场资本来获取的特质之一。鉴于它对探求自己热爱的工作具有强大而至关重要的影响，我将其称为理想工作的万能药。更多自主力，更多的满足感。瑞恩和萨拉在工作中拥有很大的自主力，这一点让火红农场的生活方式显得非常吸引人。然而，自主的吸引力并不仅限于农场经营者。几十年的科学研究表明，在追求一个更幸福、更成功、更有意义的人生过程中，自主力是最值得拥有的重要特质之一。丹尼尔·平克在2009年所著的畅销书《驱动力》中就回顾了目前已知的自主力在改善人们生活方面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正如平克总结文献所得出的结论，更多的自主力可以带来更高的分数、更好的体育成绩、更高的生产率以及更多的幸福感。平克的书中提到，在一半研究中，康奈尔大学的研究者追踪300家小型公司，其中一半
重赋予员工自主力，而另一半则不注重。结果，以自主力为中心的公司，其发展速度是另一半公司的4倍。我自己调查时发现另一项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给予生存困难学区内中学教师自主权，不仅提高了教师们的晋升率，而且出乎意料地扭转了学生成绩下降的趋势。如果你想近距离地观察自主力在职场中的影响，那么可以看一看那些采用了一种颠覆性新型理念的公司。这种理念叫只问结果的工作环境。在这样的公司里，你的成果才是最重要的。你的上班时间、下班时间、休息时间、收发邮件频率都是无关紧要的。员工可以自由决定完成重要事情的最佳方式。没有成果就没有工作，就是这么简单。支持者们喜欢这样说。如果看到运用这种理念的商业案例，你就会找到大量有关自主力使员工摆脱束缚的案例。例如，在百思买的公司总部 ，ROW 计划实施小组发现，员工离职率骤然下降近90%。我喜欢 ROW， 它让我感觉我在掌控自己的命运，一位百思买的员工说道。而在盖普公司总部，参与试点研究的员工们发现，他们的幸福度和绩效得到了改善。我从没见过员工这么快乐过，一位经理说道。在加利福尼亚州雷德兰兹市的一家非营利组织，也是第一家采用 ROW 的非营利组织里，80%的员工感觉自己对工作更加投入，而超过90%的员工认为这项举措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在工作环境下，这一比例已经最大可能的接近于全体认同。这几个例子还只是众多案例的一小部分。研究文献读得越多，你就越能明白，通过在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上赋予人们更多的自主力，会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投入程度以及满足感。难怪人们在查阅各种理想工作案例时，往往发现自主力就是他们吸引人的核心要素。在整个规则3部分，你将会遇到不同领域的人们，了解他们是如何运用自主力来打造一份自己热爱的职业的。其中包括一名自由设计师，他可以放下工作去享受晴朗的日子；一名住院医生，他请了2年假，离开自己的住院医生精英项目，转而去开了一家公司；以及一位著名的创业家，他捐出自己的100万资产，并且变卖了家产，然后无忧无虑地周游世界。这些案例中的主人公都过得很棒的生活，而且你将了解到，他们的生活都是通过运用自主力来创造的。总结起来，假如你想爱上自己所做的事情，那么第一步是获得职场资本，而下一步就是将这种职场资本投入到想获取成就的大势的特征中去。在进行这项投资时，自主力是可供选择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是自主力的获取可能会很复杂，因此规则3的剩下部分将专门就如何获取自主力进行论述。在接下来的章节里，你将跟随我的探求步伐，来更多的了解这一变化无常的特质。